每个人都有选择死亡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死的风格。赛斯认为，每个人在死亡前都会有意识的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这种选择并不是无意识的，这是因为人的灵魂具有能力和自由意志，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进化方向，同样也可以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而且每个人的死亡方式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意义，这种风格和意义可以反映出该人生命的特点和进化方向。因此，赛斯主张人们应该尊重每个人自己选择的死亡方式，不要去强制改变或干预。你们不了解，在出生前一个人就决定要活着。每一个诞生的人渴望被生下来，当那个渴望不再作用时，他就死了。没有一种流行病或疾病或天灾或杀人犯枪里射出的榴弹会杀死一个不想死的人。赛斯的观点是强调每个人在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要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对生命充满了渴望。他认为没有一种疾病或灾害或其他外在因素可以真正杀死一个不想死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亡风格和方式。这个观点强调了人们在面对生死抉择时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并且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结局。同时，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珍惜每一刻，并且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求生的欲望一直被夸耀得很厉害，但人类心理学却很少去处理相当主动的求死欲望。求生与求死的欲望自然式的死亡。赛斯的观点是，人类对于求生的欲望经常被强调和赞美，但是对于主动的求死欲望却很少被讨论和处理。他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心理学倾向于避免面对死亡和终极的无常性，因此对于求死的欲望存在着抵触和忽视。然而，赛斯也强调了求死欲望是一种自然的死亡形式，就像求生欲望一样自然。他指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目的和进程，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他的生命目的时，他可能会开始感到求死的欲望。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而不是一种疾病或问题。因此，赛斯的观点是要让人们更加了解和尊重求死的欲望，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探索死亡和生命的意义。他认为，只有当人类能够正视死亡和无常性，才能真正的珍惜生命和活在当下。自己与身体密切合作，以至于他们的分离会是很平顺的，而身体会自动的随顺住内我的愿望。根据赛斯的观点，急性死亡是由于个人的特性和身体的生理过程自然终止所导致的。赛斯认为，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其独特的节奏和生命周期，有些人的生命周期可能会突然的结束，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并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原因。赛斯强调了个人在生命周期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他们的生命路径和死亡方式。因此，当一个人选择急性死亡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意自毁或绝望，而是一种自然的选择，符合他们的生命周期和精神需求。说真的，所有的死亡全是自杀，而所有的出生在孩子与父母双方全是有意的。赛斯的观点认为，人类在出生前会自觉地决定自己的人生目的、经历和挑战。同样的，在死亡时也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过程。这意味着每个人的死亡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死亡都可以被看作是自杀。但赛斯同时也强调，这里的自杀是指灵魂对于生命经验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指忧郁、绝望或其他负面情绪所引发的自我伤害行为。因此，从赛斯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出生和死亡都是由灵魂意识主动决定的，而非随机发生的事件。在战争里，人们自动的繁衍后代以补充那些被杀的人，而当种族过度膨胀时，就会对人口施以自动的控制。赛斯的观点中，人类在生命周期中经历各种经验，包括种族的膨胀和战争等。在这方面，赛斯强调了人类在繁殖方面的本能。他指出，在战争中，人们通常会自动的繁殖后代，以取代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的人。同时，当人口过度膨胀时，大自然也会自动的控制人口的增长，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然而，塞斯并不认同人类在种族膨胀和战争中的行为，他认为这些都是由人类的思想模式和信念所导致的。塞斯认为，人类需要更加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从而创造更加和谐、平衡的生活方式。